此外，布林肯此行还宣布，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3.2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而就在上周四，拜登刚刚宣布将向乌克兰追加8亿美元军事援助，包括72门榴弹炮和14.4万发炮弹。算上布林肯这次的宣布，美国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对乌援助总额达到约37亿美元。同一天，泽连斯基助手卓夫科瓦曾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布林肯和奥斯汀访问前，乌克兰官员起草了一份急需武器清单，包括反导弹系统、防空系统、装甲车和坦克。泽连斯基本人在布林肯等人到访前一天也公开喊话，表示希望布林肯和奥斯汀能够对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而一旦拥有足够的武器，乌克兰就能立即收复失地。На сьогодні зараз до нас приїжджати з пустими руками. А ми очікуємо не просто презентів чи якихось там тортиків, да? Ми очікуємо конкретні речі і конкретну зброю. 尽管3.22亿美元军事援助的详情尚未可知，但路透社的报道中指，近段时间以来，美国及其北约盟国越来越愿意向乌克兰提供重型军事设备和更先进的武器系统。美国国务院官员透露，美国将为乌克兰所需的战斗能力提供帮助，尤其是在顿巴斯的战斗。该官员说，这项援助将帮助乌克兰武装部队过渡到更先进的武器和防空系统，基本上是北约水平的系统。此外，美国还将为中东欧及巴尔干地区的15个国家提供约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实际上，布林肯和奥斯汀这次访问的这个时机十分的关键，因为正好是，双方要进行下一轮的这种军事对垒的这样一个前期。我相信美方还是会进一步的向乌提供，在美方的他们的战略考量内，还会向乌方提供更加这种致命性的、杀伤力强的针对俄军的这种武器，而不是说仅仅是提供重武器这么简单。事实上，就在布林肯一行抵达基辅的同一天，美国重型运输机密集抵达距离乌边境仅90公里的波兰城市热舒夫。一天之内至少有6架降落，包括2架美国空军 C-17A 军用运输机以及多架由美国五角大楼租用的波音747运输机。美军在波兰热舒夫设有军用机场和军事基地。俄乌冲突发生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不断通过波兰、经欧陆路向乌克兰运输军事援助。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则表示，美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乌克兰运送武器。过去，美国向其他国家运送军事设备的过程需要数周或数月，而现在只需48小时至72小时。另据五角大楼披露，奥斯汀在结束访乌行程后，将前往德国出席周二在驻德美军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召集的所谓对乌军援大会。据悉，美方已经向40个盟友发出邀请。针对美方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行为，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周一表示，俄方已向美方发出照会，要求其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4月以来，随着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对乌克兰军援力度持续加大，俄罗斯已经向所有当事国发出外交照会，指责美国和北约向乌克兰运送最敏感的武器是火上浇油，并强调将把在乌克兰境内运送武器的美国和北约车辆视为合法的军事打击目标。单纯从就是俄乌两国的这种军事实力来讲的话，乌军跟俄军是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的。但实际上呢，在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就发现就是，乌军得到了这种西方的武器支援和情报支援。那么对于在战场上，对于这个抵御这个俄军，包括甚至在一些地方能够实现反击，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那么俄方也是意识到了这个。那么西方施加对这个乌方实行武器的支持，至少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战场走向的一个因素，这也是俄方反应如此强烈的一个原因。